怒涛汹涌浪滔天，黑帆蔽日夺命船，亡魂犹唱旧时曲，枭雄陨落化云烟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你听说过在海上肆虐，令所有船只闻风丧胆的恐怖海盗黑胡子吗？他凶神恶煞的形象，点燃的导火索插在乱蓬蓬的胡须里，腰间别满手枪，简直就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。传说他残暴嗜血，杀人如麻，拥有数不尽的宝藏，甚至他的无头尸体还能在海里游泳。但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历史上的黑胡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他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徒，还是一个被时代误解的枭雄？他短暂而辉煌的海盗生涯背后，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他那令人恐惧的形象，是他真实的性格写照，还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策略？今天我们将带你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揭开黑胡子这位加勒比海盗王的真实面纱。在1680年前后，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晨雾中，一个注定改变海上历史的男孩悄然降生。他就是后来令整个加勒比海闻风丧胆的海盗黑胡子。关于他的真实身份，历史上存在着令人费解的谜团。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爱德华·蒂奇，但档案中也出现过多种其他拼写。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更为他增添了神秘色彩。有关黑胡子的早年生活，历史记载支离破碎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。一种说法认为他出身贫寒，自小在布里斯托尔的码头和船坞间穿梭，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。另一种说法则完全不同，主张他来自牙买加一个富裕体面的家庭，接受过良好教育，精通阅读、写作和复杂的航海技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族谱学家贝勒斯布鲁克斯的研究为后一种说法提供了重要佐证。他在牙买加的档案中的确找到了蒂奇家族的记录，甚至发现了一份1706年的文件，显示一位同名男子慷慨地将父亲的遗产转交给了继母。尽管早年经历扑朔迷离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年轻的蒂奇很早就开始了他的海上生涯。他可能最初在商船上担任水手，积累航海经验，也很可能参与了安妮女王战争，作为私掠船员在加勒比海域与法国和西班牙船只交战。有记载显示，他曾服役于皇家海军温莎号，并在1706年加入巴巴多斯的一艘商船，随后在怀特岛附近的普茨茅斯加入了皇家海军。这些早期经历为他日后成为驾驶技艺高超的海盗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布里斯托尔沉间的迷雾不仅遮蔽了黑胡子生命的起点，也为他日后的传奇人生编织了神秘的序章。1715年，一场席卷佛罗里达海岸的惊天飓风，不仅摧毁了一支西班牙财富舰队，更改变了一个男人的命运。这场灾难如同燃烧的野火，瞬间点燃了加勒比海域无数海盗内心对财富的渴望。而对于蒂奇而言，这是一个改变人生的契机。他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海盗船长本杰明·霍尼戈尔德的船队，正式开启了他惊心动魄的海盗传奇。霍尼戈尔德很快发现了蒂奇非凡的航海才能和天生的领导魅力。这位经验丰富的船长不仅将海盗世界的不成文规则倾囊相授，还将一艘单桅帆船的指挥权交给了蒂奇。两人联手，在加勒比海和北美东海岸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，令所有商船为之颤抖。他们的劫掠目标甚至包括英国商船，尤其是来自波士顿的船只，因为那里曾残酷地处决过一些海盗。1717年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。霍尼戈尔德接受了英国国王的赦免，选择金盆洗手，这反而为蒂奇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。同年11月，在圣文森特岛附近，他俘获了一艘装备精良的法国奴隶船协和号。这艘拥有40门大炮的三桅帆船，火力足以与许多海军舰艇相抗衡。蒂奇将其改装并重新命名为安妮女王复仇号。这个名字不仅纪念了已故女王安妮，
更可能暗含着对当时在位国王的微妙挑衅。黑胡子精心塑造的恐怖形象，令他迅速成为加勒比海域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他留着浓密的长发和胡须，并在战斗中将点燃的缓燃导火索缠绕其中，营造出宛如地狱恶魔降临的可怖景象。身着黑色长外套，腰间佩戴6支手枪和刀剑，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向敌人传递着无尽的恐惧。更为震撼的是他设计的海盗旗帜，这面黑色旗帜上，一个白色的骷髅手持长矛刺穿一颗血红的心脏，另一只手举起酒杯，仿佛在向魔鬼示意。周围点缀的红色血滴更增添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。这面旗帜，正如黑胡子旗人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敌人在还未交战前就已经被恐惧所征服。在安妮女王复仇号的旗帜下，黑胡子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，也在加勒比海域建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声威。黑胡子绝不仅仅是一个依靠蛮力和恐怖形象的海盗，他更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，精通利用名声和计谋达成目的。1718年春，他与绅士海盗斯蒂德邦尼特联手，率领舰队南下，袭击墨西哥和中美洲附近的西班牙船只。当时的报告显示，西班牙人已经对这位活跃在维拉克鲁斯海岸的大魔鬼闻风丧胆，足见黑胡子声名之盛。这一年4月，黑胡子策划了他海盗生涯中最大胆的行动，封锁查尔斯顿港。作为英国重要的殖民地，查尔斯顿商贾云集，贸易繁荣。黑胡子率领舰队在港口外设下天罗地网，拦截进出的所有船只，劫持乘客和货物。城内居民陷入恐慌，深知这位声名赫赫的海盗就在咫尺之外。黑胡子以巧妙的方式勒索城市，他只要求一个装满药品的箱子。对于海盗而言，药品堪比黄金。查尔斯顿居民不敢怠慢，迅速缴纳赎金。拿到药品后，黑胡子解除封锁，带着掠夺的财物扬长而去。整个过程持续近1周。这次行动不仅为他带来丰厚回报，更巩固了他作为海盗时代标志性人物的地位。紧接着，黑胡子又上演了一出令人费解的戏码。在北卡罗来纳海岸，他故意将安妮女王复仇号和另一艘单桅帆船搁浅。据其大副汉兹所说，这是为了独吞更多战利品而解散规模过大的海盗队伍。无论是否存心已久，黑胡子确实抛下了大部分船员，只带着少数精锐和大部分值钱的财物悄然离去。与此同时，邦尼特寻求赦免未果，返回后发现黑胡子已经携财逃脱，勃然大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随后，黑胡子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巴斯镇，并获得了伊登州长的赦免。他变卖劫掠来的货物，甚至被允许保留冒险号单桅帆船。表面上看，他已经金盆洗手，娶了一位16岁的当地女孩，在奥克拉科克岛安家。他与州长伊登保持密切联系，仿佛已经成为一个守法的普通公民。然而，这不过是黑胡子精心编织的又一层伪装。他与伊登州长秘密达成协议，继续从事海盗活动，并用赃物贿赂官员，换取庇护。以奥克拉科克岛为基地，时常袭击过往船只，将劫掠货物谎称为海上漂流物，并与伊登等人分赃。这种亦正亦邪的双面人生，让黑胡子更加难以捉摸，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在奥克拉科克岛，黑胡子过着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的双面生活，一边享受着与当地官员腐败勾结的成果，一边继续着他臭名昭著的海盗行径。然而，再精妙的伪装也难逃法网，他的罪行终将引来致命的追捕。弗吉尼亚州州长斯波茨伍德对黑胡子的嚣张行径早已忍无可忍，特别是在黑胡子拒绝了另一位著名海盗重新组建海盗联盟的邀请后，斯波茨伍德决心彻底铲除这个威胁。他秘密派出皇家海军中尉梅纳德，租用2艘小型单桅帆船，直指北卡罗来纳州的浅滩水域。1718年11月21日傍晚，梅纳德抵达奥克拉科克岛，
发现黑胡子正与手下在冒险号上狂欢作乐，毫无防备。梅纳德谨慎地决定次日清晨发起进攻。11月22日的清晨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爆发了。尽管人手不足，黑胡子依然凭借冒险号上的9门大炮发起猛烈攻击。第一轮炮击中，敌方指挥官阵亡，多人受伤，但梅纳德并未退缩，他冷静地设下了一个精妙的陷阱，命令手下隐藏在甲板下，制造船只严重受损的假象。果不其然，黑胡子自信满满的上当，他认为胜利在即，率领手下登船，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击。就在此时，梅纳德带领的士兵突然杀出，打了海盗们一个措手不及，随即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。黑胡子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，挥舞短剑与梅纳德殊死搏斗，即便身中5枪20多刀，他仍然顽强抵抗，甚至一度击弯了梅纳德的佩剑。然而寡不敌众，这位传奇海盗最终倒在了乱刀之下，他的头颅被砍下，悬挂在船首，成为对其他海盗的可怖警告。黑胡子的死不仅标志着个人传奇的终结，更象征着北美沿海海盗黄金时代的落幕。